2021年1月，日本大阪北区的一条大街上发生了一出非常抓马而又戏剧性的一幕。日本 MBS 电视台的记者根据线报直接蹲守在街头，用镜头记录下日本史上最具话题性的海王之王宫川龙史那极其抓马而又狼狈的一幕。当时记者直接把话筒怼到宫川的脸上，那场面一度叫人万分舒爽。只见记者问他是宫川龙史君吗？宫川慌忙地躲避着镜头和话筒，不是的。记者连忙追问，那我能和你说几句话吗？宫川急回，似是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嘴里还是说着不是。接着记者追问，不是什么？你是说你不是宫川先生吗？宫川龙史顿了顿回道，哦，我不说了。很显然此时的记者是不买账的。接着追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很多女性那里收到了起诉证明了？宫川显然是被记者这过于直白的提问给噎住了，卡了半天没有出声。就是这一幕，当时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就有观众直接打趣儿，看来沉默是今晚的大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异常搞笑起来。宫川显然是对记者不留情面的提问有些招架不住了，开始疾步躲避记者的镜头。很悲催的是，记者此时并没有要放过宫川的意思，开始步步紧逼，和宫川一起练起了小长跑，边跑边追的问道，你不是在做约会生意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不得不说，这记者挺会整事儿，直接把宫川那诈骗式的约会形容是约会生意。眼看着宫川有意回避自己的问题，便加快了逃离的脚步。记者小哥哥这边明显也开始有些上头了，一边加快了紧随宫川逃离的脚步，一边手持着话筒怼到宫川的身上，边跑边问道，你不是一直在进行欺诈结婚或是约会吗？他们就这样在大阪的街头一边扒拉着对方，一边向前奔跑。记者还在非常顽固地输出着对宫川的提问，直到宫川最后使劲地把记者扒开，消失在摄像机的尽头。那么朋友们，本期节目的灵魂三连问来了，这位被记者围堵的宫川龙史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为日本史上的海王之王？他又是如何同时交往多达45位日本女性不被发现的，还能让这么多日本女生们心甘情愿地为其买单的呢？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宮川容疑者は誕生日が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今天的故事，我们先从镜头里出现的这位女士 A 女士说起。A 女士说自己交往10月有余的男友最近变得非常奇怪，每次给他电话与其约会的时候，他总是说自己很忙，而且约会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从相识初期的天天见面，直到现在每月只能见他1-2次，每次只有2个小时。而且每次见面，他总是以各种理由让 A 女士给他冲业绩，购买一堆有的没的水素水产品。A 女士对此非常不爽，老娘是和你谈恋爱约会的，你却一直要求我帮你冲业绩。A 女士开始对这个业绩男友有了怀疑，于是 A 女士在网上对其男友进行了关键词搜索。然而不搜还好，这日子还能凑合着过，最多也就是片面了自己。但这一搜着实是吓了 A 女士一大跳。她发现在一个专门曝光婚姻诈骗犯的网站上，有一个骗子的特征和她的男友宫川龙史十分相似，那是打着结婚的幌子，实际上是在销售水素水。很显然，今天故事里的 A 女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真相，还是有些理智的。她首先没有被渣男的套路炸晕，心里清楚的知道，要想揭露渣男的恶劣行径，并有可能拿回自己的损失，就必须先想办法拿到证据。其次 ，A 女士开始积极实施反攻计划，并于2020年10月21日假装和宫川龙史正常约会，但在约会结束后，她又再次返回约会地点，结果还真如她所料的那样，发现宫川果然在同她约会的同一个车站，正在与另外一名女性见面约会。如此情景犹如复制粘贴般的出现在 A 女士的手机画面里。最初 A 女士虽然生气，但也只是以为宫川龙史可能只是脚踏2-3只船而已。但是当她联系了网站的曝光者之后，通过女生们的统计，更多与宫川龙史交往过的女生逐渐浮出了水面，前后相加的受害者多达35名之多。实际上，在后续日本警方调查汇总后，最后确认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5名。
故事讲到这里，那我们真的就有必要正式认识一下这位在日本被称为钻石级的超级时间管理大师宫川龙史了。镜头里出现的这位帅哥就是宫川龙史，时年39岁。根据2021年4月20日宫川被日本兵库县警察川西警察局逮捕时的消息显示，宫川直至被捕时，他都是一位负责处理信息设备问题的接线员，绝对不是他向受害者女生们介绍的那个年收入超过600万日元的管理顾问。根据 A 女士及其他女生的爆料，宫川龙史通常都是在日本各大交友网站广播交友信息，虚拟自己是位年收入超过600万日元的企业顾问，身高在1.75米左右，并附有一张清爽帅气的照片。受害者女生们对警察说，宫川龙史非常善于言语挑逗女生，绝不吝啬对女生们的赞美，比如我喜欢你的风格，或你的皮肤好漂亮啊，甜言蜜语引诱他们结婚。宫川对此乐此不疲。宫川曾经对一位47岁的女士说自己的生日是在2月份，但对另一位40岁的交往对象又说自己的生日是在7月份，又哄骗另外一位35岁的女士说自己的生日是在4月份。其实宫川上面所说的生日都是杜撰的，他真实的生日是在11月份。之所以编造不同的生日日期，只是为了从受害者们那里骗取价值不等的生日礼物。这其中就包括了 A 女士送给宫川的2万日元的电子支付余额、3万日元的西装等等，总额超过了10万日元。除了编造生日之外，在他和受害者女性交往的过程当中，所述资料基本也都是编的。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像个体面的社会人，他对一个交往过的女性说，我在经营富清水公司，得体清爽的外表加上舌灿莲花。他通过甜言蜜语获取受害者们的信任之后，就开始了骗人钱财的邪恶计划。让人最为吃惊的是，可能就在 B 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记者所说的内容了。 B 女士说自己在只见过他2次的情况下就被他吻了。如果女生说自己不想进度这么快，也不是出来玩玩的，女生明确表达了自己是确定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是在寻找可以真正一起度过余生的人。宫川会不加思索地对女生承诺，我也是很认真的哦，而且是超认真的哦，我要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啊。朋友们呢，故事进行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人呢？哈哈哈哈，可不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里面都有提到的一个人嘛。当时宁波的汤晓峰也是如此这般的和张小七强调说，他和小七七交往也是以结婚为前提。女海王张小七当时不也是对汤晓峰的妈妈说过，阿姨你就放心吧，我也是非常真诚的认真的在和小峰交往呢。嗨，怎么说呢？如此看来，但凡是骗人的玩意儿，还真的不分国别和族群了。B 女士说，宫川这家伙会在与女生们第2次或3次接吻的时候，便开始强迫女生与之发生关系。而且为了加快事情的进程，宫川通常会把发生关系的地点选在伊丹机场的夜景地，以及月见山或帆船码头等热门的约会地点，给约会的对象造成自己是个浪漫而且又对女生非常用心的人。无论是受害者的来访，还是曝光出来的他和女性们的合照，都能看得出来，他习惯性的通过言谈举止或者随身物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体面可靠的成年人，带受害者们去赏樱、吃饭等浪漫行程，升温2人之间的关系。宫川很明显是个惯犯，他清楚的知道，获取受害者们的信任和情感之后，再进行行骗，肯定就会事半功倍了。女生们常会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话的打击面着实有点大，但用在今天故事的主角宫川龙史的身上绝不过分。因为关于那些宫川骗人的话术，他真的是张嘴就来啊。关于宫川真实的家庭背景，日本媒体鲜有报道，但随着更多受害女生主动成为复仇者联盟的成员，宫川骗财骗色的勾当渐已清晰。宫川以大阪梅田、兵库尼崎、川西、西宫为据点，每月与超过45名女性度过生日，并祈求生日礼物。虽然这段日文原文的翻译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事实是宫川着实就是这么 no face 的操作者。女生们说，在他所遭遇的事件中，宫川的开门3把斧里面，开篇都会讲到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是在父亲的虐待中长大的。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独立生活，所以宫川很希望能够找到与自己心心相印、度过余生的，并能够保持健康之身心的人。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在宫川交友宣言的最后，总要着重强调能够保持健康之心的人共度余生。这里先挖个坑，埋个伏笔，其实这也是宫川为下一步的诈骗埋下了一个深到与女生交往初期就不断重复并加固印象的伏笔。就在目前宫川龙史向受害女生们惯用的伎俩来看，通过告诉他们自己6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以及自己独立成为一位苦读学生，勤工俭学完成学业等故事，用以挑逗欺骗受害女生们的善良母性本能，巧言操纵女性心理。现在来看，这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了。至于他是不是在父亲的虐待中长大的，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人能够证明。故事第2趴的时候，大象有提，宫川通常情况下与约会的对象会在第2或第3次见面时就会要求与对方热吻，如果对方拒绝，或说不想这么早就发生关系，或说自己不是出来玩的，是真的想找个可以结婚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么宫川就会立即承诺自己就是认真的，比钢针还要真，我们2个一定会永远在一起啦。为了提高被骗成功率，宫川通常会把交往女性的年龄限定在30到40岁，并且是对结婚成家有着强烈欲望的女性。很显然，宫川龙史将自己包装成事业有成的虚假名人后，极力满足对方的婚姻需求，成为他第一把征服对方的利器。朋友们，想必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听过安利这家被整改过的传销公司，现在叫单层次直销公司。前段时间被整改的 TST 情秘密，就是因为在大陆涉及多层次传销而被强制下架。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走向着实让人有点诧异。估计这些被骗的姐姐们怎么着都不会想到，自己真诚交往的结婚对象会诱导自己和他睡过一觉之后，加入了一家传销公司，并成为他的下线。这操作也是没谁了。受害女生们说，她们受害的共同点里面，无一意外的都成为了一家叫 Unity 公司的会员。事情被曝后的初期，也有不少日本的网友还以为这家类传销的公司是在日本传销业务较为活跃的安利公司。后经受害人的确认，明确了是一家叫 Unity 的公司。女生们确认，一旦宫川龙史与交往的女生确定了恋爱关系，玩过了房间里的游戏，并且女生明显表现从内心里接受自己的时候，宫川龙史就会告诉女生们说自己还在经营一家销售清水的公司，甜言蜜语地告诉女性他希望她们永远保持干净，并强迫他们购买自己代理的清水、空调、淋浴喷头和美饮料等，每件价值6000日元，还利用多层次传销作为宫川主要收入的来源。现在我们可以解密刚刚挖过的一个坑了。前述有提，宫川龙史在交往初期就为后面的多层次传销事业埋下伏笔。交友初期，宫川就再三强调，他希望与保持健康之身心的人共度余生。对了吗？伏笔就在这里。如何健康？很简单，就是使用他所代理的传销产品。他说，喝这种自己经营的水素水能够保证一生健康美丽，这样他们就可以幸福的度过一生了。正处热恋之中的姐姐们依然失去了分辨的理智，傻傻的交付了钱财和真心。只是那时的姐姐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认识宫川的那一刻，直到自己拿给宫川身份资料，成为宫川传销事业里的下线，入会到 Unity 公司，自己也并不知道已经成为案板上的肥肉，任他宰割了。后经警方证实，宫川与约会女生签订的合同表明了这些合同购买和租赁他所属公司的产品，其中一位女性被骗了近100万日元。同时，合同也表明这些女生也具有和宫川同样的资格，可以独立为这家公司发展业务。说的直白点，就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女生们都可以像宫川一样发展下线，经营他们的传销事业了。Oh no， 事情就是如此的魔幻。如果说宫川没有经过精心的策划或是高人指点，打死他我也是不相信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下面发生的事情很明显可以佐证这一点。根据日本网友们勇敢深入 Unity 公司的调查，却也证实了，
如果日本警方想以诱导购买净水器等物品，引导女生们参加多层次营销计划为由，指控宫川欺诈罪恐难成功。女生们确实是亲自签了入会和购买租赁产品的合同，并有入会时提供的身份证明作为公司方的佐证。事情发展到这里，估计朋友们你和我一样比较好奇的是，宫川龙史用尽生命之力，一顿操作猛如虎，看似博具智慧的9曲18弯的隐藏式诈骗，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呢？但很让人失望的是，或者说是绝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多层次传销获得的清水产品利润之外，但除去多层次链条利润分配之后，他同时与45名之多的女生们约会所获得的回报，实际上是非常少之又少的。当然，这也是警方很难以诈骗罪起诉宫川的主要原因。举个例子，宫川对47岁的 C 女士谎称自己的生日是2月22日。他向 C 女士暗示自己的生日，想要一台3万日元的相机，所以以请求 C 女士借给他2万日元。这在日本网友看来，这对于一个年收入600万日元、有自己成熟事业的男子来说，这个骗局也太过低级了。而受骗的女生们却不愿意明辨真相，沉溺其中，致使受害的女性多达45人之多。这一切都值得不止受害人，包括整个日本社会深入反思。根据日媒最新的报道，宫川龙史与女性签约的产品是由日本福冈县一家销售公司负责行销，他们采用的销售模式就是已经在多国禁止的多层次传销方式。2012年起，宫川龙史就已经是这家公司的加盟成员。从宫川在该公司的业绩成长曲线来看，自宫川2017年第一次与被害女生约会起，他在该公司的业绩开始飞速增长。尽管宫川龙史被日本警方定性为涉嫌诈骗，但在目前警方在女生们那里拿到的证明材料却很难将其起诉处理。但是女生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复仇者联盟，还在坚持跟进警方的调查，并督促他们向法院以涉嫌方向的诈骗罪进行起诉。另外，不排除民事连带或独立起诉，以达到取消他们与 Unit 公司签订的传销合同的目的。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可乐的事情，就在 MBC 电视台将在大阪街上围堵宫川的视频在电视上播出以后，很多网友从搞笑的采访画面中发现宫川龙史的发型很不自然，暗示他可能戴着假发，便纷纷向受害者的女生求助。真有受害者女生回应称，她确实戴着廉价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有一次，这名女生看到了她所戴的假发的底基网纹，基本看不到头皮，很黑很硬的那种。因为这名女生也有戴假发，更有日本网友调皮戏言，想要看看宫川不戴假发的样子。虽然话题有点跑偏，甚至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娱乐的气氛，有点搞笑。但我们也不得不说，从一个侧面来讲，宫川龙史这个感情骗子，既然能够为了他的所谓约会事业做出如此认真的努力和坚持，还能研究出如此环环相扣的销售骗局，你说他用他那聪明的大脑瓜子去干点啥不好啊？非得整得全日本人尽皆知。根据日媒的最新报道，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他所说，他不仅双亲健在，为人和善，就连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有正经稳定的工作。然而这一切都给宫川龙史毁了。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